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佐藤武女士所著的《人生转瞬即逝，吞噬时间的怪物的真面目与击败方法》这本书。很抱歉，一开始就说了让人伤感的话，但不得不提，人类的生命其实转瞬即逝。正因为如此，今天这个日子不会再重来。当我们直面这一现实时，浪费时间这个选择便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人生远比想象中短暂，不知不觉间，我们会积累如果当时做了某事就好了，如果当时传达了某句话就好了这样的后悔。因此，如何度过当下这一瞬间，就成为了未来让自己发光的关键。那些总说以后再做吧，改天再说吧而拖延的事情，很可能才是您内心真正渴望并认为重要的事。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但如何使用这段时间，却能让人生的价值有巨大的不同。最终评价自己人生的标准，并不是活了多久，而是是否从心底感到满足并充实地活着。未来的承诺对任何人都不存在，明天是否一定到来，我们并无法保证。而现在拥有的体力和健康是否会永远持续下去，也毫无保障。如果我们向吞噬时间的怪兽屈服，就无法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意义，也无法从无形的牢笼中解放自己。人生惊人的短暂而宝贵，如何利用这无法重来的时间，将决定您的人生故事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让我们一起愉快地深入探讨本书的内容。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人生的最大难题，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时间不够？第二，如何用2个方法，将短短20分钟的空闲时间延展到无限。首先是第一部分，人生的最大难题，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时间不够？突然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在工作或家务的间隙中，突然得到20分钟的自由时间，你会觉得这20分钟是很长还是很短？又有多少人有信心充分利用这20分钟？请大家回想一下小时候的情景。小学的时候，每天课程中间会有20分钟左右的中场休息，那时很多人会跑到操场，尽情玩到时间结束。在那短短的20分钟里，我们能充分利用时间，投入想象力，尽情享受自由的乐趣。但是作为成年人，现在的我们又是如何对待这20分钟自由时间的呢？多数人可能会因为觉得20分钟什么都做不了而放弃，最终浪费这段宝贵的时间刷手机。为什么小时候能够最大化利用20分钟，而长大后却觉得这段时间毫无意义呢？作为成年人，我们被日常工作和家务的任务追赶着，疲惫不堪。一天转瞬即逝，1年很快过去，我们的年龄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不知不觉间，很多人会感慨已经40岁、50岁了。这样的日子，是否让您感到一丝虚无？其实这种虚无感是可以通过找回充实时间的感觉来消解的，因为我们小时候曾经做到了。本书的主题是时间，然而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并不仅仅是一本教人如何节省时间或提高效率的书，因为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我们没有时间，而是我们浪费了现有的自由时间。如果我们能将这些自由时间用在真正投入的事情上，就能像小时候那样过上充实的人生。如何找回小时候对时间的感知？如何从被时间支配的人生转变为自己掌控时间的人生？这些便是本书的目标所在。那么，为什么长大后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呢？小学时的我们总觉得每天都像是永恒的。现在呢？为什么成年人会感觉时间过得更快？从科学上来说，这一现象尚未被完全解明，但目前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解释是行为模式化。随着年龄增长，大多数成年人每天的生活都会陷入相似的循环，同一时间起床，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从事类似的工作。当我们的行为模式被固定化，大脑逐渐适应这种重复性，接受新刺激的机会减少，因此对时间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就像我们旅行时的感觉，去一个新地方的路总是显得漫长，
而返程却觉得快了许多。这是因为大脑对重复经历的路线逐渐熟悉，刺激减少所致。此外，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的大脑比成年人的大脑更不容易习惯重复性，这是另一原因。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艾宾浩斯错觉，是一种脑认知的错觉。这种错觉不仅普遍存在，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强烈。英国斯特林大学的一项研究以175名受试者为样本，发现年龄越大，对时间的错觉程度越高。回想童年时，我们可能只需要短短20分钟的课间休息，就能跑到操场或体育馆，尽情玩一场躲避球。而如今，作为成年人，我们往往觉得即使有20分钟的空闲时间，也无所作为。这种做不了什么的念头，其实是时间感知的扭曲和错觉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儿童时期和成人时期的20分钟，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对成年人来说，时间的稀缺性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使我们采用再多的时间管理技巧，也无法增加自由时间的绝对值，因为相比童年，成年人的日常任务已经被工作和生活占满。因此，我们的重点不应该是试图将自由时间从20分钟延长到1小时，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20分钟。要改变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知。如果无法改变对时间的感知，即使自由时间再多，也不会有实际效果。那些非常忙碌却能高效完成任务的人，甚至能够充分利用短短的5分钟。这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如何培养利用时间的能力，让每一刻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正如之前提到的，其实这种无意义感是有科学依据的。美国一家以利用 AI 开展教育业务而闻名的公司，曾公布过10大提高效率的时间管理技巧，其中包括控制社交媒体、将任务细分并使用计时器的番茄工作法等。很多技巧大家都耳熟能详，这里只介绍排名前3的技巧。第3名是学会说不。时间真的不够用的人，往往会对别人提出的要求不加思考地说是。然而，学会对做不到的事情说不，对不想做的事情说不，就能够将时间更多地投入到真正需要优先做的事情上。第2名是设定优先级，每天应该做的任务列出清单，并为这些任务排定优先级。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必须避免被邮件或电话等突如其来的任务打扰。成功人士通常讨厌接电话，因为电话是外部因素强行打断您当前任务的行为。成功的人会集中精力做眼前的任务，因此如果突然被电话打断，他们会觉得很恼火。第1名是时间盒子法，这个词可能不太常见。时间盒子法是指在列出任务并设定优先级后，进一步制定一个时间表。像特斯拉和推特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都被认为在使用这种方法。通过制定时间表，接下来该做什么就一目了然，避免了迷茫和浪费时间。这些方法是被认为最有效的世界级时短技巧。实践这些方法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能节省很多时间，但这本书指出，这些时间技巧的效果是有限的。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观点，也是本书非常独特的一部分。确实，使用这些时短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著名科学家卡尔·纽波特曾提到，通过时间盒子法可以将时间提高 1.5 倍。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这些额外的时间。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您将这1小时浪费在看手机上，那么您和之前只有20分钟的自由时间时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时短技巧的意义在于，只有那些能有效利用短时间的人，才会从中受益。能利用通过时短技巧得到的1小时的人，实际上本来就能够有效利用那些只有5分钟的空闲时间。所以，在运用时短技巧之前，首先要学会如何利用手头上的20分钟或5分钟等短暂时间。时间的有效利用实际上是实际时间和集中力的成绩。
到这里为止，最重要的观点是，通过高效的时间管理技术，不是去创造时间本身，而是如何集中精力，高效地利用那些现有的碎片时间。接下来就是重点了，我们该如何在20分钟或5分钟这样的短暂时间内不浪费它们，像小学生在课间休息时冲出教室那样，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呢？事实上，这个提示就是截止日期效应。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学校的作业情况。刚开始时，作业交给我们时，我们可能会拖延，直到截止日期前夕，才会集中精力快速完成作业。即使作业的截止日期还有1个月，我们可能会拖拖拉拉。但如果明天就是作业的提交日，我们就能发挥出不可思议的集中力和精力。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控制时间，而是控制自己的集中力。尽管如此，很多人不仅无法控制时间，甚至连自己的集中力都无法控制。即使想集中精力，却总是被手机或电视分心。人类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但是刚才提到的作业例子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当作业的截止日期还远时，我们即使努力集中，也很难做到。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人类天生如此。另一方面，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会自动进入集中模式，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意味着，控制集中力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控制这种截止日期效应。那么，如何控制这个截止日期效应呢？作业的提交日期是老师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无法控制别人设定的时间，然而事实上，我们是可以控制的。因为截止日期效应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截止日期本身，而是我们自己的不安感。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的集中力会爆发，这是因为我们感到不安。因此，最终我们会发现，是不安感驱动我们，才让我们真正有效地利用时间。在本书中提到，这种不安感实际上只有3种，分别是：1. 死亡； 2. 孤独； 3. 责任。这3个不安感可能会让您感到震惊，但本书并没有讲一些神秘或灵性的问题。死亡是每个人都必然会面临的最终截止日期，我们常常会试图回避它，因此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人不害怕死亡。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我们会因为死亡的恐惧或绝望感而无法做任何事，因此我们的大脑通常会忘记死亡的存在，活在一种似乎死亡并不存在的假象中。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必然到来的截止日期时，往往视而不见，结果就是拖延，浪费时间在看手机等无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该做的事情拖延，把本该利用的时间浪费掉的原因。因为我们选择忽视死亡这个最终的截止日期，所以我们无法获得截止日期效应带来的集中力提升。虽然不像死亡那样，但我们人类确实是对孤独感感到不安的生物。因此，如果不加以注意，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采取一些行动来缓解孤独感。为了减轻孤独感，很多人不自觉地会依赖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现在只要打开手机，我们就能瞬间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起来。虽然这种联系在我们关掉手机后瞬间消失，显得非常浅薄，但为了消除由孤独带来的不安，我们依然不自觉地依赖这些浅薄的联系。最后一个不安是对责任的焦虑。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意味着承担责任，而我们人类常常因为不安而回避责任。为了逃避责任，我们往往会选择按照熟悉的事物或他人设定的规则生活，比如在20分钟的空闲时间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应该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伴随着巨大的责任。因此，面对死亡、孤独、责任这3大人生不安，我们为了回避这些不安，往往会浪费掉宝贵的时间。接下来是第2部分，我将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将仅有的20分钟空闲时间无限延长的2种方法。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回避不安。其实，回避不安是因为它常常是无法控制的。
比如，假设明天有一场重要的考试，如果你已经非常努力的学习，虽然依然会感到焦虑，但您能够直面这种不安，准备好迎接明天的考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你有足够的准备，掌握了能控制的不安。通过这些准备，您建立了信心。而如果您根本没有做任何复习，面对明天的考试，您几乎可以确定自己会失败。即使现在通宵复习，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帮助。这样的人可能会选择放弃，把明天的考试视而不见，转而去玩游戏或上网。这正是能否直面不安的关键所在。能够面对不安，意味着我们能控制导致这些不安的因素。所以重要的是要分清哪些事情是我们能控制的，哪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并在生活中尽可能多地增加我们能够控制的事物。当我们能控制的事情逐渐增多时，我们就能更加主动地生活，从而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回想一下你们的日常生活，你们是否能作为主角，主动过自己的生活？现实中，许多人过得像是配角，尽管是自己的人生，却像配角一样生活，这样就无法有效地利用时间，也无法真正感到幸福。电影中的主角总是处于舞台的中央，尽情发挥，活得充实，而配角的出场时间很短，很多时候几乎是为衬托主角而存在。如果我们一直活得像配角，就无法有效地利用时间，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根据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心理学研究，人的幸福感由3个因素决定：遗传、环境和自我意图的行为。其中，遗传因素占了最大的比重，幸福的50%由遗传决定；环境因素如出生的家庭、外貌等占了10%，而剩下的40%则由我们自己的意图和行为决定。这个研究结果可能会让您感到震惊，尤其是遗传在幸福中占据了50%的比例。而令人意外的是，环境对幸福的影响竟然只有10%。这个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当然也包括经济上的富足。我们常常认为，如果家庭环境好就能获得幸福，或者如果有钱就能幸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实际的 GDP 与生活满意度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不仅仅是日本的情况，在全球各国都有类似现象。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占到了40%，而这40%如何利用，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这40%的自我意图行为当然包括让家庭幸福、经济富裕等内容。重要的是，这些行为不同于环境。家庭的幸福和使家庭幸福是不同的，这些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行为。换句话说，人生的关键是通过自我意志来主导我们的生活。当我们以这种主动的行为去行动时，就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掌握自己的人生，正是与死亡、孤独、责任3大不安正面应对的关键。为了完成某件事，必须在活着的时候完成，因此主动的行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截止日期——死亡。而电影中的主角通常是唯一的，而配角则有很多。主角是孤独的，主动的行为必然会伴随着责任，因为主角的身份必须由我来担当。因此，主动行为的实现离不开正面应对不安，而这正是我们能否有效利用时间的关键。高效利用时间需要正视死亡、孤独和责任这3大不安。明白这些后，按照本书的标题，大家就能击败吞噬时间的怪物，并把给定的短暂时间延长到无限大。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